丈夫离婚后花钱找艳遇，感染疾病，他恨怨前妻想要把病传染给他，前妻对此浑然不知。那一天，这位丈夫敲响了前妻的家门，进屋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：玉玲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个丈夫名叫史包，玉玲是他的前妻。史包是吃喝玩乐好赌博，一身恶习，还打老婆，日子实在没法过了，玉玲才跟他离了婚。离婚后的史包不但旧习未改，还添上了一个新毛病，嫖娼。有一段时间，史包觉得身体有些异常症状，他就到医院去检查，结果医生告诉说他是得了那种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。一开始史包觉得很后悔，悔不该花钱去找那种女人，如今得了这个病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于是他就更加消沉了，变本加厉的透支身体，吃喝玩乐，破罐子破摔了。过了些天，史包忽然就想，要是玉玲她不跟我离婚，我就不会去花钱找野女人，因为我以前没这个习惯呀，我是个好男人来着。对，都是因为玉玲她看我不顺眼，抛弃了我才染上这个坏习惯，得了这个病的。要说这罪魁祸首就是你玉玲，如今我得了这种病，你却像没事人一样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，哼，没那么便宜。想到这儿，史包就暗自打算要想方设法找到前妻玉玲，跟她过一夜，将这个病传染给玉玲。对，就这主意。现在看到坐在沙发上道歉的史包，玉玲心里一软，哎呀，难得呀，史包他以前可是从来不认错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忽然间这么一道歉，还有点不习惯了。他就有心说原谅史包，可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虽说史包开口承认自己有错，可看他那眼神飘忽不定，左顾右盼的样子，未必是真心话，我还是慢点开口吧。史包见玉玲听了自己的话之后，低头不语，像是在犹豫，他干脆就把心一横，两腿一软，咕咚就跪在了玉玲的脚下，手扯着玉玲的衣角就说：玉玲，我是真心悔过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吧，你看我的表现还不行吗？玉玲有点手足无措了，结婚好几年，她还从来没见史包这样过，心一软，她就轻轻点了点头。史包一看玉玲点头了，他噌就站起来了，一把抱住玉玲，就伸脖子亲了过去。玉玲想躲没躲开，也就只好由他去了。史包见第一步已经得逞，他便趁热打铁，开始解玉玲的扣子。这玉玲可不干了，史包，你放开我，咱俩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能这样。老夫老妻的了，你还害什么臊啊？我可想你了，玉玲。玉玲拼尽浑身的力气，使劲一推。要搁到以前呀，玉玲肯定推不动史包，可现在史包他有病了，身体比较虚，被玉玲一把推倒在了沙发上。史包有点恼了，他挣扎着重新又向玉玲扑了过来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门铃响了，玉玲赶忙就问：谁呀？外卖，您点的外卖到了。玉玲知道自己没点外卖，可现在是个机会，于是她赶快回答：稍等，我马上开门。边说着话，他就朝门口走去。史包也只好先愣在原地站着等。原来是外卖小哥走错楼层了，21层的外卖他送到了20层。小哥转身走的时候，玉玲就回头朝屋里说：你先等我一下，我下楼买点吃的回来，一起吃晚饭吧，我饿了。说着话，也不等史包回答，他便紧跟在外卖小哥的后面去上了电梯。史包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子，越想越不对，这玉玲别是溜了吧？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看看窗外夜色越来越浓，
他这才确定玉玲是不会回来了。他能去哪儿呢？对，肯定是去他妈妈那里了，别的地方他也没处去呀。于是史包便下楼打出租车往郊区的前岳母家赶。那么史包他猜对了吗？玉玲真的是去他妈妈那里了吗？一点没错，玉玲她是下楼就坐车去了母亲家里。母亲今年81岁了，一个人住在郊区农村的一个小院子里，那是他们的老家。史包很快来到了前岳母的家，进院子也不说话，抬腿迈步撩门帘就闯进了屋里。抬头一看，很意外，就见屋里没有别人，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个人正坐在床头上发呆呢。妈，我来看看您，玉玲她没来吗？玉玲没来呀，好些日子她没来看我了。史包啊，你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？妈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就不能来看您呀？虽说我和玉玲离婚了，可在我心里您还是我的妈呀。玉玲她真没来吗？没来。你要是看到她呀，让她来看看我，就说妈想她了。那么此时的玉玲到底在哪儿呢？她呀，在跟母亲聊天的同时，一直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声音呢，就怕史包追过来。刚才史包一进院，他就听出来了，哧溜一下就钻到了床底下。他现在在床底下趴着呢。史包又跟前岳母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，看玉玲好像真的没来过，他也就不想多待了，借口还有事儿，就出屋门，腾腾腾大步离开了小院。出了院子，用手机软件打了个网约车，然后在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，史包忽然觉得不对，不行，刚才是不是玉玲她藏起来了？我还是回去再看看。于是他又大踏步往回走。玉玲在床底下趴着，紧张的够呛。好不容易等到母亲把史包打发走了，他又在原地趴了有10分钟，确定史包走远了，他这才爬了出来。可万没料到，此时的史包已经去而复返，正往回走，越来越近了。这回史包没有大步流星，他蹑足潜踪，轻手轻脚地进了院子，然后悄悄地来到屋门前，侧耳细听。哈哈，果然是玉玲在跟老太太说话。好啊，玉玲，看你这回还往哪里逃？想到这儿，史包哐当一声推开了屋门，进屋就朝坐在床沿上的玉玲扑了过去。老太太反应还挺快，抬手举着拐杖要拦阻史包，被史包用手一扒拉给推倒在了一旁。这史包像是着了魔了，他今天只想达到一个目的，要把他的病传染给玉玲。玉玲哪里知道他的心思，只是以为这史包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，没想到他会当着自己母亲的面就开始强行无礼。玉玲的衣服被一件件的扔到了地上，有2件还落在了老太太的身上。很快，最后一件衣服已经被史包甩向身后，眼瞅着他就要得逞了。砰扑通，史包重重地倒在了玉玲的身旁，口吐白沫，眼皮向上翻了几番，最后哦的一声，他咽气了。原来是老太太拼着一股子急劲儿，从抽屉里取出锤子，一锤子就锤在了史包的后脑勺上。邻居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，史包死了。尸检报告出来之后，大家都很意外，史包的血液化验显示艾滋阳性。玉玲这才明白，原来曾经的枕边人除了恶习满身之外，他还是个心灵如此恶毒的人。如果他还配叫个人的话。警方给出的结果是，玉玲的母亲属于正当防卫，死者史包主观故意传播疾病，犯罪未遂，对自己的死负有完全责任，死有余辜。